见罕见现身基隆外海，台日共同跟监，这预示着什么？四国集团能够围堵中国？为何说中国急切加快步伐？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从去年开始，美国舰机加大了在台海地区挑衅频率，同时解放军也加大了在该海域的巡航活动。不过近日，台媒透露解放军罕见现身基隆外海，这预示着什么？据悉，近日054A 型护卫舰滨州号出现在日本宫古岛附近，期间距离对岸基隆一度只有125公里左右。对此，台日都出动了军舰并航监控。不过岛内否认会和其他国家合作，只是自我防卫，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台媒分析，这次解放军护卫舰现身似乎是在为电子战做准备。有分析人士分析，解放军此举一箭双雕，除了震慑对岸，也是在向日本释放信号。在滨州号出现当天，日本外务省公布外交蓝皮书，指责中国是威胁并粗暴干涉内政。话音刚落，滨州号就出现在了宫古岛，之后又出现在与那国岛。从海图上来看，是绕了日本西南诸岛一圈。为何台日都持续跟踪监视呢？主要是这片海域过于敏感，我军并不常来。如果暂时占据这片海域，就占据了从一侧对钓鱼岛和对岸进攻的有利阵位，配合正面进攻将使得两地腹背受敌。如果在此地部署075型两栖攻击舰，加上陆基航空兵火力和远程火箭炮支援下，垂直登陆更是轻而易举。对岸分裂势力怕，日本也怕中国顺便收复了所谓的争议岛屿。分析称，054A 在此地巡航就比较好理解了，比如勘探战场、熟悉海况，为未来大编队活动探路，而且明确告诉日本这是中国海域，中国渔船能来，海警船能来，海军军舰也能来。这预示着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日后更会成为常态化，台日都要慢慢适应才对。在这种情况下，对岸将希望寄托在四国集团上。对岸官员表示，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积极筹建反中包围圈，评估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可以围堵中国。或许四国集团都不敢这么估。美军曾多次对中国进行模拟战争，但结果都是惨败，还需要靠作弊才能赢。而碍于极度密切的贸易关系，其他几国也不敢轻易出手，更何况他们凭什么要冒如此大风险帮你？对于这种局势，英国经济学人看文称，对中国来说，中美博弈是这场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台海问题则是中国100年与民族复兴必经之路。尤其当中国越来越密集军事演训，军机到相关空域愈发频繁，航母编队出现的频率也增多，甚至还一次性下水3艘先进战舰，这都表明中国的想法和急切加快的脚步。对抗局势加剧，美军动作不断，还呼朋唤友涌入南海。非常时期，非常动作，山东舰接替辽宁舰南海战巡，向国际释放强烈信号。南海是中国重要的战略重地，也是美军遏制中国发展必夺之地。此前，美国不少专家在分析南海局势的时候就表示，一旦中美真的必有一战的话，那么南海必然是第一枪开始的地方。由此可见，台海也只是美军在南海战略的一部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美军机继续日常化巡视中国领海基线附近，军舰也不断呼朋唤友涌入南海，开展演习，对中国实施威慑。据不完全统计，美军机打卡次数大约是1月份70架次，2月份75架次，3月份不仅日常打卡，还直接突破历史记录，靠近中国领海基线28.34海里处。而到了4月份，虽然只有大约65架次，却逼近中国领海基线20.89海里处。美军舰也没闲着，罗斯福号在南海4进4出，其他军舰更是直接把南海当家了，拉着法国军舰、英国军舰、澳大利亚军舰、加拿大军舰等诸多军舰演习，试图给中国施加压力。对此，解放军是如何守卫南海这片战略重地的呢？首先是不间断的在南海、东海、黄海开展演习，其次是展现中国国防军事实力，一次入列3型不同舰艇。再则，辽宁舰航母在4月份更是从东海巡视到南海转悠了一圈，不仅2次让日本军机紧急起飞，在南海更是直接和美军舰打了几个照面。当然，就这样自然是遏制不下美国接连不断的动作的。因此，辽宁舰一走，美军舰就出动了5架不同型号的侦察机，在南海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劳动节都不消停，所以非常时期，非常动作。想要继续遏制美军的动作，以及美国呼朋唤友来的小伙伴，山东舰直接就接替辽宁舰，继续在南海战巡。吴谦大校还明确表示，航母不是宅男，远航必是常态。这可以解释为山东舰巡航后，辽宁舰也会跟上，亦可以解释为山东舰和辽宁舰以后会出远门，到更远的地方进行自由航行。
所以山东舰和辽宁舰以后出现在南海的次数必然不少。而南海对于中美之间的对抗重要性，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最佳的战略地点。所以对于美军的动作，解放军从来不曾放弃警告。美军机升空必有中国军机半飞驱离，这次山东舰接替辽宁舰，并且明确表示未来这种情况会继续存在，无一不是在向国际社会、向美国释放强烈信号，南海容不得某些人的撒野。同时，在南海对抗局势加剧的时候，其他相连接的地方，比如东海、黄海等地，解放军也不曾放松。东部战区近日黄海海域开展了为期9天9夜的海上训练，所以不仅是山东舰已经是严阵以待，解放军其他地区也已经全部进入了备战状态。尽管印度目前国内疫情灾难性失控，但为了自己的选票，莫迪政府又开始作死，依然决定转移国内注意力，开始制造国内对华仇恨情绪。不过很快就有消息显示，中国的还击来得太快，后手直接命中印度要害。据台媒中时新闻网在5月2日的消息，当前印度国内局势混乱，疫情肆虐造成了严重灾难。然而这种情况下，印度执政者却再一次在边境问题上制造谣言，挑起事端，以此转移国内注意力，不惜得罪现在唯一有能力和愿意帮助印度的中国。而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此前埋下的伏笔很快浮出水面，可以说这招后手一击命中了印度的要害。据台媒指出，大概是在4月底，当时网络上出现了一张借 F-17枭龙战机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外界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机翼下方挂载的导弹霹雳101E。有相关人士指出，这架 F-17枭龙战机很可能是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空军特别升级过的 Block 3型。分析认为，考虑到霹雳101E在此前时间里一直是作为歼-20战机武器系统的专属装备存在，性能极其强悍。作为中国第4代空空导弹，高片轴设计与红外引导技术，加上精妙的气动设计，让这款装备迈入了世界顶级装备行列。即便是美军的 AIM-9X 空空导弹也不遑多让，甚至该装备的设计师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过，霹雳101E的独特设计甚至可以让它能够反向锁定发射，是空中近距离作战的决定性杀器。而如今这一款装备却列装在了巴基斯坦未来将大批接受的枭龙 Block 3型的身上。考虑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此举的背后含义已经不言而喻。此外，从时间线上看，巴基斯坦在2年前就曾经向中国透露想要升级当前巴空军服役的枭龙战机，而相关照片流出的时间又恰逢印度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再次挑起中印边境事端。这显然并非是中国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有分析认为，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巴矛盾的主要冲突地区。在2019年的印巴空战中，尽管印度在初期偷袭失败，但是凭借着万国牌的数量优势，还是占据了不小的主动。在对抗中，双方的技术差距并不明显。中国为巴铁升级战机，从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取得有效遏制印度扩张企图的有效方式。而且作为世仇，印度对巴基斯坦的矛盾不可谓不深。中国让巴铁空军获得在空战中的决定性杀器，巴基斯坦必然会投入到克什米尔的前线威慑中。此举可以说直接戳中了印度的要害部位，也就意味着印度不得不在干瘪的钱包使用上做出选择，是着手控制国内疫情，还是加强对西部的军事部署，或是北面的军事力量。